技术，技术是引领我们去了解那个理的一个方法，听不懂？它的程序是什么？它的程序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嘛。当初这个有一个大智慧、大成就，不管在武术界还是在任何的领域，当初有一个这么聪明的人、大成就的人，他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或者他自己领悟了、会了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当人会了一个东西，先天上面我们就想要什么？想要把它传下去嘛，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很珍贵嘛，我好不容易体会到了，好不容易认知到了，学会了，我当然想要把它传下去嘛。这是从从皇帝那时候就有的一个传承概念嘛，是不是？还会教人们耕种啊，教人们采药啊，教人们用火啊，教人们很多东西嘛。所以他会了以后，接下去怎么办？接下去我要怎么教？我要怎么让别人知道？我要怎么让别人理解到我理解的东西？我要怎么让一个小白、一个零基础的人认知到我认知到的这个高度的东西？所以他就会从基础建立一些什么？建立一些让人们去练习跟认知的方法。人们就开始学这个方法。那他的第一代啊，比方讲佛陀的第一代好了，在树底下讲他的第一代，他告诉他们一些方法的时候呢，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方法，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方法，因为佛陀还在嘛，是不是？他们知道佛陀真正得到的不是这个方法，真正得到的是他要他们透过这个方法明白的，他得到的这个领悟，听不懂？所以大家那时候把方法当作方法，可是透过方法去领悟，得到那个领悟。所以第一代通常什么得到的东西比较真，再往下第二代，第二代是由谁教的？是由第一代教。那第一代有没有得到他那个创始者全部的认知呢？觉悟呢？不一定，是不是？当这个创始人走了以后，大家传下去了，大家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方法。可是方法后面要学的那个觉悟跟那个理呢，没有了，因为大家看不到了。所以一直传下去的时候，方法变得越来越多，方法变得越来越多。那个理呢，本来是藏在那个方法里面的，啊，可能一开始教10个人，可能有3种方法，把那个理藏在这3种方法里面，各有各的阶段。到后来分得越来越多，阶段变得越来越少，后面的阶段就没有了嘛，因为很少人能够走得到嘛。很少人走得到后面嘛，后面的方法就没有了，所以到后来留下来的都是方法，大家就把方法当成目的了，把方法当成理了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我学的这个八卦拳是很珍贵的？什么原因？因为它的系统还在。它的系统还在，所以我说你们要学，真的要学，一定要去理解我第一本书里面写的它的那个系统，要去了解它那个系统，那是它的理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技术里面，这个套路，这个技术里面，它放了什么理到那个里面去。所以所有的技术，所有的方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佛家讲的指月的手嘛，啊，它是让我们透过这个方法去理解这个创始人设计这个方法的人，他所要传达的那个意
思想。传统的东西之所以珍贵，就在这边，因为他在传统的时候创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包含了接近于原始的，他那个认知的面是很大的。现在的人创的东西，他的目的是单一的，他目的是单一的，所以它里面没有什么理，它没有那么多深厚的思想或者深厚的背景藏在里面。我常讲嘛，李小龙他可以说啊，要像水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要像水，他学哲学啊，他可以讲出那些哲学的道理。问题是什么？他的技术里面没有，他技术里面没有表现出来，他讲的那个。表示什么？表示它的理跟术是分开的，是分开的。它的理是硬凑的，它不能用术来表现它的理。传统的东西珍贵，就是他那个人是彻底的明白了那个理，然后呢，也彻底明白了所有的术，他用适当的术来表达那个适当的理，他们是在一起的。理在那个术的里面，这就是传统的东西的珍贵处，就在这边。所以我们练传统的东西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技术来学，而是要从这个技术里面去探寻，我这样练，为什么这样练对，那样练错？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？为什么要练这个东西？这个后面都有理在。剑也是，剑是最难的啊，剑是最难的。我们先不讲剑里面的八卦的理，我们先讲力量的流动。力量的流动从拳，我们讲嘛，拳嘛，从拳，然后从棍，从刀，从枪到剑，这五个东西。它的力量的流动的认知都不一样，晓得吗？这五个都不一样。最细的是剑，表达力量的流动跟变化，最细腻的是剑。所以剑没有那么好练。那我们在练剑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基本的方式练，那个是什么？那就是剑的力量基本的流动方式嘛。那以兵器的流动方式来讲的话，我们讲啊，棍打一大片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棍走的力量的方式是什么？是一个面，它是一个面嘛，是不是？刀呢？我们讲的刀是那种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那种刀，弧形的刀。每一种不同造型的刀有不同的力量的流动的方式，所以力量流动方式在兵器上来讲，跟这兵器的造型很有关系。那这个兵器它为什么是这样的造型呢？就跟当初那个人他选这个兵器时候呢，是这个兵器这个造型适合于他要表达的这个力量，所以他选这个兵器的造型。或者说一个学成的人，他拿到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形嘛，他从任何东西的形里面就可以领悟到，可以知道他要用什么的力量来使用这个东西。这个是反过来了嘛？枪是什么？枪是兼具棍跟剑。枪里面，你看枪里面也是
这种棍打一片的招式也很多啊，可它最后就是一个扎，它最后是一个扎，所以它的守护面、守护范围也很大。它的克敌的就是一个扎。到后来到剑了，剑就这个，所以它变成很细微了，它变成很细微了。剑只有这个啊，它是一尖两刃嘛，所以我讲嘛，剑的运动方式有尖有刃，是不是？尖有尖的运动方式，刃有刃的运动方式啊。而刃的运动方式都是目的是什么？目的都是为了尖，都是为了这个刺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剑只有一招，就是刺。剑里面所有的招式都是在为他开路，都在为他创造机会。这个是剑啊，所以当我们拿剑，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看到，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请问这是刃还是尖？这个是刃还是尖？刃，因为我没有表现出来它嘛。可是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在为它开路嘛，是不是？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我在为它开路嘛。我所有的刃的动作都后面都是保留了尖，只是我没有做出来那个刺的动作而已。所以当你在练脚剑的时候，你要领悟什么？你要领悟我这个脚剑有没有为尖开出来那个刺的路，而不是这样脚，而不是这样走。这样走你的尖没了，这样子你没有尖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脚剑当中，你不管圈大圈小，你看你那个尖不能跑啊。你看尖的方向，虽然它也是一个圈嘛，它也是一圈，可是它的方向都是在随时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它随时可以刺出去的一个范围，而不能这样子。它不是这样子的。很多人练剑，那个脚剑变成这样子了，就没有认知到刃跟尖他们各自的任务是什么。所以你们在练这个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，要注意到刃跟尖。你看，当我这样在做的时候，无论进跟退，当我这样在做的时候，你看我永远是那个要保持到那个我的身体，我的手臂，我永远要保持到准备要刺。你看，所以我的身体。这是要刺吗？这是要刺吗？这是要刺吗？所以你看我的手臂，我的身体永远是，虽然我在做脚剑，可是我的身体、我的结构、我的力线，永远是准备在做那个刺。这就是你们说为什么我在跟你们对的时候，以前那个张书伟常说，为什么你就可以刺到我？明明是你刺不到我，为什么你可以刺到我？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准备着在刺，晓得吗？而不是把它分开了，不是把它你来，你的剑刺过来，不是我在做脚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你没有为刺做准备啊，你把这个动作跟刺分开了，所以他刺来，我这一分，我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准备着在刺的，而没有单独的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
八卦拳的理也是这个理啊，就是说八卦拳它没有你的剑刺来，八卦拳的理它没有这个，它不会用这个，它不会用这个的，因为八卦拳是什么？八卦拳是尖锐的，是一个线，所以当他在做拦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你看这个东西是一定在的。我所有的目的，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这个线，我要维持住，而且我要使用这个线，这就是剑，听不懂？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最基本的一个功嘛，最基本的功嘛。然后我教过你们了，他还功就这个会了以后就开始用它了。用它来走圈了嘛，用它来画圆嘛。你用尖画圆，你用尖画圆就是尖在走嘛。你用刃画圆，你用刃画圆就是刃。你看，这个是刃。这种练习让我们分清楚。什么是刃的圈，什么是尖的圈嘛？所以你不能说我要用尖，我到这边是尖，可是我到这边一起来变成刃了，这就没有分清楚尖跟刃。所以你这一招，你这个动作，你到底是用的尖还是刃？听不懂？把刃跟尖分清楚了，当你在用的时候，我们讲嘛，你分得清，你才能合得拢。你分得越清楚，当你在合它们的时候，才能够合得越好。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是刃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这个圈里面，当我在做这个刃的时候，你看尖就出来了。听不懂？我没有刻意的使用哦，可是线变了，听不懂？线变了，这是刃的线嘛？这是刃的线嘛？是不是？可是你看到我这边，刃的线变成尖的线了，所以它不是技术的问题，它是理解的问题。当你没有这个理解的时候，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可能永远做成什么？做成两个动作，你会把它做成一个格一个刺，把它做成两个动作所以很多人学剑，把那说什么剑有什么12个字啊，13个字啊，什么挑啊、点啊、洗啊、格啊，什么东西把它分出来，错了，你一分就不是剑了。一分就不是剑了，听不懂？你变成一种什么？变成一种单一的技术了，你就永远领悟不到剑。听不懂？所以我都不让你们练那个，因为它不是剑的理呀，它不是剑的理。刀我也不让你们练那个，是不是？你们有以前学过刀，我就让你们练习基本的那个八刀嘛，它一样是什么？你要认识到这个弧啊，你用刀要认识到那个刀的那个弧线啊，你要认识到它的弧，要认识到它的这个弧啊，这个弧线的变化，而不是这边一刀那边一刀，这边一刀，不是的，这不是刀了，听不懂？所以练东西要注意这个，要去体悟它，晓得吗？你们去试试看。